渔民手拿鱼叉，直接扔向成群的黄鲷鱼，水中的黄鲷鱼瞬间作鸟兽散。这种力气大得惊人的水下生物，想要将其制服捕捉上船，并非易事。除了要有好的准头，同时还要有强壮的臂力，才能将其捕捉到手。而且还要防止尾巴上的有毒针刺误伤，所以在抓上船之前，需要先将针刺切割扔掉。而当地人还会将黄鲷鱼身上的肉切割出来，直接将其晒干制作成美食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印度尼西亚渔民捕捉黄鲷鱼的过程。清晨的码头阳光特别耀眼，渔民又开始了一天的出海捕鱼作业。他们一行6人需要乘坐快艇去到附近的浅海区进行捕捉黄鲷鱼，沿途的海岛便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，而捕鱼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。船上的鱼叉是他们专门用于捕捉黄鲷鱼的工具，在渔船没有抵达目的地之前，还现场做起了鱼叉来补充船上的火力不足，这便是他们一直在使用的长矛鱼叉。刚到达预定海域，便发现一条落单的黄鲷鱼，不管3七21，先打上一枪热一下身再说。第一枪感觉好像打中了，但又好像没有。随即2人便马上跳下水，直接来个水中捞鱼。还没等他们靠近黄鲷鱼，便已经飞出水面逃窜。现在才正式进入到黄鲷鱼的地盘，10来条像隐身轰炸机般掠过水底的黄鲷鱼，随手一扔便马上命中其中一条。已经身背鱼叉的黄鲷鱼并没有立刻失去游泳的能力，依然背着鱼叉在跑路。此时渔民又继续补上一枪，然而生命力超强的黄鲷鱼并没有将2把鱼叉放在眼里，但看在眼里的渔民此刻又是一枪，直接将其插成刺猬。虽然黄鲷鱼已经身负重伤，但是一个鲤鱼打挺便又摆脱了鱼叉的束缚，背着油瓶直接开溜。在等到消耗掉黄鲷鱼的大量体力之后，跟随着浮漂就能够找到它们的踪影，拉起插在身上的鱼叉便能够将其提出水面。此时的黄鲷鱼再也无法动弹，只能任由渔民砍掉其身上的命根。在拖出水面的那一刻，也就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反抗。这便是今天捕捉到手的第一条黄鲷鱼。清澈的海水下面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的存在，但由于水面发生了折射现象，想要精准命中水下目标并非易事。在放了2次空枪之后，这时才再次命中正在结伴同游的其中一条，但是却被鱼叉给放了飞机。渔船继续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追赶着成群黄鲷鱼，由于数量众多，瞬间使人眼花缭乱，想要进行打击还真的让人有点犯难。就在此时，有一条直接被同伴给命中了，船上的油瓶也被他拖着走，单凭鱼叉还是不能直接将其捕捉到手，只有使用这种拖瓶战术才能将力气强壮的黄鲷鱼给拖垮。可以看到，躲避鱼叉的速度比你扔鱼叉的速度还要快。此时很快便已经捕捉到了第4条黄鲷鱼上船，渔船继续尾随黄鲷鱼鱼群，水下黑压压的一大片，随便将鱼叉扔出就能插到其中一条。突然而来的打击让黄鲷鱼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油瓶也快速下沉到了水底，只要鱼叉不脱钩，油瓶便会一直尾随，直到黄鲷鱼精疲力尽为止。此时渔民为了寻找刺激，直接跟随鱼叉跳入水中来一个重磅打击，只可惜这次打偏了，而有些在被鱼叉击中之后，巨大的刺痛感使其奋力跳出了水面，摆脱了鱼叉，快速跑路。就在现在，一条拖着油瓶多时的黄鲷鱼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，正被渔民拉扯着上船。同时另一名渔民在看准角度之后，直接用鱼叉将其爆头，在将要拉上渔船的时候，居然还能如此之顽强。想要活下去的动力已经占据了他的身体，但最后还是强行被拉上了贼船。就在此时，突然间水面泛起大片水花，原来是另外一条被油瓶拖住的黄鲷鱼在水中打滚，拼尽全力想要挣脱人类给他上的枷锁。人类又岂能就此饶他一命？倒着把船开也要追上前去。一名船员实在是看不下去，直接跳入水中来一个恶人抢食。这一跳让黄鲷鱼更加惊恐不安，眼看到手的油瓶又被其拖出了几米开外，渔民只好站在水里原地蒙圈。此时打了激素般的黄鲷鱼直奔渔船而来，看似想要来个同归于尽，然而始终还是皮不能胜铁，最后灰溜溜的跑开了。这一来二去的让他们疲惫不堪，开船继续追了上去。渔民再次纵身一跃抓住了油瓶，然而一条已经被油瓶拖累的黄鲷鱼居然到现在都毫无疲惫感，依然像是开挂般到处乱窜。在船上的渔民将其拉起之时，没有强大的臂力还不一定能够斗得过他。在你来我往的拉扯过程中，最后给了他头上来了那么一下，直接让他鱼肩倾斜。每一条的体型没有20斤重也会有个10千克，并且还能抓大送小。而渔民看不上这么小的海鲜，只能将其送回了老家。这便是今天收获到的一堆黄鲷鱼。经过1个小时的回程，猛烈的太阳早已将它们晒死在船舱上，这等重量只有2个人才能将其抬着走。而此时已经运回到家的黄鲷鱼正在被老爷子千刀万剐，将其切割成条状的肉块，
一条看似有些斤两的黄鲷鱼其实没多少鱼肉，骨头的重量就已经占据了差不多1/3。这些便是正在晒成肉干的黄鲷鱼肉身。那么大家有尝试过这种鱼肉吗？它的味道怎么样？